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刚花光积蓄买下的一套大平层，竟是开发商偷工减料盖出的歪家伙。那天，儿子只是随手把一颗弹珠放在地上，弹珠竟不受控制地朝阳台滚去。这一幕瞬间让老金警觉，房子可能盖歪了。他赶紧又放了一颗弹珠测试，没想到这次弹珠却稳稳停在原地。妻子觉得他想多了，房子再差，也不至于是歪的吧？老金自己也一度怀疑是不是太敏感了。可谁料，当晚竟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。一场滂沱大雨过后，整栋大楼竟莫名沉降了10公分，而熟睡中的居民浑然不知。第二天一早，老金出门时发现异常，单元门口赫然裂开一道深深的缝隙。他清楚记得，昨天这里还完好无损。他立刻打电话给物业报修，可对方根本没当回事。老金本打算联合邻居起诉物业，不料当天清晨，更大的灾难降临了。一阵剧烈晃动将他惊醒，他冲到窗边一看，顿时傻眼。大街上裂开一道深不见底的巨缝，楼下的居民正慌不择路地逃命。老金以为是地震，可下一秒，整栋楼竟开始急速下坠。眨眼之间，大楼坠入一个100米深的巨坑，所幸最终卡在了半空。这时，妻子买菜回来了，看到自家房子竟掉进了地底，震惊不已。他以为儿子和老金在一起，可当老金打开儿子的房门，却发现孩子根本不在屋里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辆小汽车突然从天而降，直接砸进他家客厅。冷静下来后，老金才发现，开车的竟是自己的同事光洙。眼看汽车因惯性往坑底滑去，老金冲上前营救，千钧一发之际，车子卡在了深坑边缘。光洙侥幸捡回一命。两人意识到情况危急，立刻搜寻楼内其他幸存者，随后爬上楼顶，试图拨打求救电话。可在这100米深的坑底，手机毫无信号，他们只能拼命朝洞口呼喊，却始终无人回应。所幸救援队很快赶到，派出几名队员下坑探查。可刚进入坑口，上方碎石便不断坠落。无奈之下，他们改用无人机侦查。然而无人机飞到半途，也因信号中断坠毁。楼顶的一名幸存者看到无人机掉落，立刻意识到救援队就在上方，拼尽全力朝洞口大喊。不料，巨大的声波竟引发了大楼2次下坠，众人瞬间失去重心，只能死死抓住身边一切可抓之物。倒霉的光洙滑向楼顶边缘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名女孩扔下一捆电线，光洙刚抓住，老化的电线却啪地断裂。危急关头，他一把抱住老金的脚踝，这才没掉进深渊。更幸运的是，就在此时，无人机竟奇迹般恢复信号，缓缓飞回洞口。救援队看到画面后，立刻向坑内投下物资和卫星电话。被困者终于与外界取得联系。可当老金接到妻子电话，却得知儿子并未随他出门买菜，这意味着孩子还困在楼里。老金只有一个儿子，他毫不犹豫，冒着大楼随时坍塌的风险，纵身跳进危机四伏的电梯井。好不容易爬到电梯顶部，深坑上方又下起暴雨。时间就是生命，老金拼命拉开电梯门，可就在此时，大楼再次下坠，一块落石狠狠砸中他的大腿，剧痛袭来，但他顾不上，哪怕爬也要找到儿子。穿越重重废墟后，他终于听到儿子微弱的呼救声。他疯了一般搬开压在上面的石块，最终有惊无险地将孩子救出。看着儿子吓得哇哇大哭，老金紧紧将他抱在怀里安抚。刚松一口气，身后又传来老人的呼喊。原来楼上的老婆婆也被困在废墟中。老金想带她一起走，老婆婆却摇头拒绝：“我不走，我要陪我孙子。他的孙子已在塌方中遇难。”此刻形势万分危急，暴雨正疯狂灌入深坑，用不了多久，这里就会被淹没。可老婆婆仍执意留下，只将孙子的一只鞋交给老金，恳求他逃出去后，把鞋交给孩子的父母。老金热泪盈眶，深深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珍贵。为了完成老人的心愿，他背起儿子，顶着暴雨，奋力向上攀爬。雨水拍打脸颊，他毫不退缩，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：救出儿子，完成嘱托。翻越重重障碍后，他终于向楼顶的幸存者发出呼救。众人循声找到他，从缝隙中将父子2人拉了上去。此时积水已漫过膝盖，大家只能撤往楼顶等待救援。可刚到楼顶，竟发现头顶悬着另一栋房子，仿佛随时会砸下来。绝望之际，
一个水桶竟缓缓飘来，众人灵机一动，桶能浮水，或许能造个简易救生筏。于是大家疯狂收集塑料容器。就在这时，光珠惊喜地发现一个巨型塑料桶飘来，生的希望重现。他们赶紧让妇女和孩子先爬进去。轮到老郑，他却默默拧紧桶盖，把生的机会留给了儿子和他人。无论里面如何呼喊，他始终不肯打开。更可怕的是，地下水管道突然爆裂，洪水汹涌灌入深坑。老郑体力耗尽，缓缓沉入水底，而桶内的人则随水面上浮。不料，楼顶建筑突然坍塌，水桶被砸入水下。但奇迹发生了，在水压作用下，水桶竟开始上浮。可刚升到半途，又被几根电线缠住。众人疯狂撞击桶壁，终于挣脱束缚。可上升太快，水桶被钢管刺穿，大量水流涌入。大家拼命推钢管，却无济于事。就在绝望之际，水面上传来动静，会游泳的老郑竟又回来了。他猛踹桶身，将其踹离钢管，但水流也从破口灌入。千钧一发，光珠用拳头死死堵住破洞，而老郑已精疲力尽，伸手想抓光珠，却怎么也够不着。本以为他将牺牲，可一根电线奇迹般缠住他的脚踝，水桶加速上浮，但强大水压让桶身出现裂缝，眼看水涌入桶内，老金毫不犹豫，将儿子高高举过头顶，静静等待命运的裁决。就在这时，桶盖突然被掀开，老郑竟再次出现。当他们离洞口仅剩几十米时，救援队终于发现他们，迅速调来大型吊车，将众人安全吊出深坑。故事的最后，老金与妻子团聚，和幸存者们一同迎来重生。唯有那位执意留下陪伴孙子的老婆婆，永远留在了深坑之中。